这一周由超美、超甜、超可爱的敖酱给大家带来本周的国际军事新闻。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俄乌战争的最新进展。俄罗斯的国防部在本月6号发布了战报，表示，俄罗斯空天军打击了位于乌克兰第罗比德罗夫斯克州的一个外国雇佣军据点，并且在哈尔科夫地区，俄军声称已经摧毁了乌军多台火箭炮，其中就包括了美军提供的海马斯。当然，对于俄军的这个说法是否准确，还有待确认。而乌克兰军方则也在同一天通报，声称俄军在顿涅茨克东部的6个地区发动猛烈进攻，但最终都被乌军击退。根据英国情报部门报道，俄罗斯正在乌克兰南部集结军队，该队伍由军用卡车、坦克、牵引火炮和其他武器组成，从顿巴斯地区出发，其目标很有可能是去支援赫尔松地区的俄军。而乌克兰的军队主要目标则是桥梁、弹药库和铁路，从而打击俄军脆弱的后勤。而之前位于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争端也还未停止。乌克兰表示，俄军炮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主要就是想去破坏基础设施，并将它与乌克兰电力系统断开，试图造成乌克兰南部缺电的情况。同时，也有不少人认为，俄军很有可能通过炮击核电站导致出现核辐射事故。在达到这一目的之前，俄方的炮击多半不会停止。而除此之外，土耳其的国防部长也正在和乌克兰国防部长通话，准备继续和乌克兰开展运粮工作。首艘运粮船拉佐尼号于本月1日早晨离开乌克兰的敖德萨港，第二天顺利抵达伊斯坦布尔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入口，并于3号通过联合检查，驶往目的地蒂黎波里港。乌克兰外交部长在社交平台上表示，我们正在尽一切可能确保我们的港口能够接收和处理更多的船只。我们计划在2周内达到每天至少3到5艘船只的水平。而目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还签署了冻结和没收乌国境内俄罗斯资产的法律。目前被冻结的资产价值约为7.65亿美元。而在俄罗斯方面，除了派军挺进赫尔松之外，俄军国防工程则宣布了一则重磅消息：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已经完成国家测试，将于2022年8月份进入俄海军服役。而早在今年的5月28日，北方舰队从戈尔什科夫海军号护卫舰上对锆石进行了最远程试射，从巴伦支海向位于约1000公里外的目标试射导弹，完成了锆石武器系统的国家测试。对于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普京将其形容为所向披靡，现在世界上还没有能与之比拟的东西。而这也不是普京第一次夸赞锆石了。早在2021年年底，该导弹试射成功之后，普京就曾介绍过，这是一款新型海基高超音速导弹，从接到发射命令到击中目标只需要5分钟。而此前，俄媒也多次使用无法被导弹防御系统或防空系统拦截、无与伦比等词汇描述锆石。从目前披露的消息来看，锆石的最大射程达1000公里，战斗部重量可达400公斤，而最高能够达到9马赫的速度，是世界上的第一款能够利用自身发动机的推力，在大气中连续空气动力飞行和机动的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同时，俄军工公司机械制造研究工业协会正在批量生产锆石导弹，并且正在努力扩大导弹射程。此外，该公司还在开发一种带有锆石导弹的新型岸基防御系统。接下来，咱们来看看美洲板块。在当地时间8月5日，根据3位相关人士的说法，拜登政府对乌克兰的下一份安全援助计划预计为10亿美元。而这也将是迄今为止美国对乌克兰最大规模的一笔军援之一。目前的援助内容包括远程武器弹药，也就是海马斯的那个射程300公里的弹药，和 NASAMS 导弹系统弹药，和50辆 M113 医疗运输车。而在此之前，美国已经为乌克兰提供了200辆 M113 装甲运兵车与16套海马斯。据统计，自从俄乌战争爆发之后，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已经高达88亿美元，而该计划最早将于8月8号公布，目前还没有正式签署。
而在正式签署之前，该计划中所涉及的武器价值和内容也可能会进行调整。而同时，美国陆军正在美国的俄克拉荷马州进行无人驾驶海马斯火箭炮的实弹射击练习。该练习主要用于验证自主多域发射器 AML 概念，它主要汇集了陆军现代化战略的2个关键要素：机器人技术和自主性。该无人平台将具备跟随行驶、自主导航、线控驱动以及远程发射器发射箱和火控操作。而且，由于是无人平台，这款海马斯没有车头，因此它可以发射比现役火箭炮更长的弹药，同时保持与现有弹药的兼容性。美军官员表示， AML 为作战人员提供了一种灵活可部署的忠诚能力，能够在群岛作战环境和跳岛式战役中生存，从而应对各种拒支和反介入的目标。同时，美国媒体引援印度方面的消息人士称，美国将参加与印度的联合军事演习。据美国 CNN 8月6号报道，一位知情的印度陆军高级军官称，此次联合军事演习将于10月中旬在印度北阿坎德邦州海拔3084米的奥利山区举行。演习重点为高空作战训练。这项演习是第18届准备战争演习的一部分。该演习主要是为了提高双方协同战斗能力和各自应对一系列地区安全挑战的能力。接下来再看看亚洲板块。据日本新闻8月3日报道，一直在大力发展军工产业的韩国正在急速提升自己作为武器出口国的存在感。在俄乌持续冲突背景下，韩国正在努力赢得北约国家的订单。其中，早在今年的4月份，挪威、芬兰、爱沙尼亚、澳大利亚的军方相关人士到访位于韩国昌原的军工企业韩华防务公司，参观了 K9 自行火炮的生产流程，并对该型火炮十分心动。这种火炮的最大射程为40公里，1分钟可以发射6到8枚。而韩国也早在2001年开始出口 K9 火炮，目前已经出口到了土耳其、波兰、印度等8国，其性能毫不逊色于竞争对手德国的自行火炮。而相对于德国，韩国的装备价格更低，在市场上颇受好评。而军工企业则一直都是被韩国作为国家战略产业受到扶持，无论是 K2 坦克还是精英教练机，韩国都在出口上下了很大的力气。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统计显示，从2017年到2021年，韩国出口武器的市场占有率排名全球第8，而尹锡悦政府的目标则是上升到第3或者第4名。而由于受到这一次的俄乌战争影响，欧洲各国纷纷增加国防开支。尹锡悦总统在今年6月出席北约峰会时间，也向各国领导人推销了本国的军工产品。到了7月下旬，波兰政府宣布从韩国采购600台自行火炮、980辆坦克、48架战斗机。根据韩国媒体报道称，订单总金额超过10万亿韩元。而这些武器对于波兰而言也尤为重要，毕竟波兰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大量的坦克，现在的地面力量急需补充。波兰副总理表示，这些武器对于波兰陆军尤其重要，现在正是急需补充的时候。同时，韩国的邻居日本也不甘寂寞。根据了解，日本防卫省在执政党和自民党的议会上表示，2023年度日本的防卫费预算约为5.5万亿日元，约为407亿美元，大约能占据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2%，创历史新高。而日本的这一次扩军也很有可能让它成为世界上第3大军费支出国家。而其实对于此事也早有预兆，在今年5月份，美国总统拜登访问日本时，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就曾经告诉拜登，日本将大幅增加国防开支。其中需要指出的是，作为2战战败国，日本年度防卫费在 GDP 的占比中一直没有超过1%，而此次预算倍增的主要目的之一，便是采购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中程导弹，以尽快形成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此外，日本同样也高度重视无人机的作战价值。除了大量引进美国的全球鹰无人机和死神无人机之外，还在不断加大国产无人机的研发力度。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移到以色列。
根据新加坡的联合早报网站报道，在8月5号，以色列的国防军向巴勒斯坦飞地加沙地区发射导弹进行空袭，造成至少10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杰哈德高级指挥官。据了解，以军还同时袭击了加沙地带北部和南部的多个军事观测点，其中包括了各个火箭的发射阵地。而以色列的军方发言人则表示，这一次的空袭行动是对迫在眉睫的威胁的回应，称那名高级指挥官就是此次袭击的目标。在发动空袭之后，以军立即宣布以色列进入特殊局势。而在空袭发生几个小时后，巴方马上就向以色列发射了100多枚火箭弹，以报复以色列的空袭。以军表示，有46枚火箭弹跃入边界进入以色列，其中有33枚被铁穹防御系统拦截。而这次的双方冲突也使得人们担心，局面很可能会演变成一场更大的战争。好了，本期的军事新闻分享到这里就结束啦。喜欢本频道的朋友们可以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我们下期再见吧。么